哎，帕帕，最近的股市很难玩啊！我听说很多人都输钱，而我知道你在最近买了一只股票，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赚了超过70%的回报啊！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只股票的？但那个是在 GMT 里面收费才分享的股票哦，那你就当最近感恩节礼物送给我们观众吧。那只此一次哦。毁屏啊！英语有一句话叫 "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, make lemonade"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生命给了我们不幸的灾难的话，怎么能把这个灾难变成机会？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公司，名字很特别，叫 Lemonade。上一个有这么特别的一个名字的就是 Apple。Apple 出来的时候不是 Jobs Tech， 不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， 是打破了人家对一个高科技产品的一个枯燥无味的一个形象。所以 Lemonade， 你想一想，灾难来了，你怎么把灾难变成 Lemonade？ 你去 Lemonade 买保险，这是个很聪明的一个名字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公司上市不足3年，现在还在亏损，而且亏损也越来越大。在这个情况下，现金流也是越来越负。你看它的业绩报告是没意思的，只能看它背后的一个概念。作为一个概念股来看，你认可它的那个策略啦、概念啦、商业模式啊，那可以考虑。你不认同它的话，或者不认同保险业的话，那就不要考虑了。保险业肯定赚钱。那我做了很多调研之后呢，那2个方的说他为什么选择保险业。保险业有3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打了很散，没有一个是很垄断的。就算你只有 5% 的市占率， 3% 的市占率，已经排到美国最大的500公司里面的头10个，或者头500个里面有10个是保险公司。第二点呢，现在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已经是100多年的保险公司了。但时代改变了，产品改变了，科技改变了，人的习惯改变了。曾经他们很创新很成功，但现在都是老年人了。第3个 AI 会颠覆整个保险业。现在很火的是 AI 之前还有大数据的分析 Machine Learning， 他们的客户服务员是个 AI 的 robot， 能够更快的更准的更好的服务他们的客户。他们的赔偿的那个 claim 说赔的那一个也是 robot， 叫 Jim， 几秒钟之内就把钱打到客户里面，不用 fill paperwork 啦，做这个做那个慢得要命，都是用他们的 APP 拍个照片上传，几分钟之内搞定。所以这个客户的体验也是非常的好，使到他们的客户的忠诚度是非常的高的。再加上其实整个保险业就是在计算出事情的概率、赔的成本，去做个定价，定了太高你拿不到订单，定了太低你赔钱。所以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计算，谁就有优势。在这里他用了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来做更准确的报价。还有他讲到就是包括赔偿的时候是不是不应该赔的，他的诈骗可以用大数据来看到正常的还是假冒的。那好了，增长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增长啊？但我们看到有一个曲线的 exponential 的增长这个是好事情。它的增长的加快的速度也在加快，这个是 velocity， 它是 acceleration 在加快， second order 是加快的而且它的收入呢，在过去几个季度都是超越了市场的预测。我看过他们的 founders 的所有的视频，哇，他们的 founder 都是很精准的讲话，都是 tech， 都是 geek， 都是一个个数字给你咬出来的，没有表情。客户数目在成长，最新的同比增长31、21也算是快的。还有一个数字我们要看呢，就是 annual dollar retention ADR。这个 annual dollar retention 呢，就是说年底的时候有多少的客户会续单，而这个续单当然有可能是要买更多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好？哇，又 AI 啦，又扩张啦，高速成长啦。但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上了之后跌了这么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是市场错杀了呢，还是它有问题呢？那第一个，现在这个市值890多 million， 大约是不到9个亿。就算给它9个亿的话，它在 IPO 的 valuation 是16个亿，也就是说现在大约是 IPO 的 60% 左右了。今天开的市之后又跌了现在是13.04块。那它是29块上市的，现在是13块。那我们再看了第一轮的VC Venture Capital 不是谁都可以做 VC 的， VC 肯定要有一点优势，因为 VC 要做大量的工作，
还有其他的一个成本。VC 的 valuation 第一轮是2 billion 20亿，我们再看看名字啊，又有 SoftBank 的名字，这个软银啊，它永远是很高位的时候买的。我们现在买了一笔软银，4年前作为一个 VC 第一轮买还要便宜啊。这个孙正义经常都是高追的，我们买了比孙正义要便宜。另外呢，他在2021年2年前呢，收购了一个叫 Metro Mile 的公司，我们就叫它 M 了啊。这个 M 公司呢做什么呢？它是做车保，但是车保呢，它又是有一点创新，不是说每年收你保费多少钱，美国是用 miles 用英里，你用多少英里它就收你多少保单。它当时呢是发行股票把这家公司收来的，把这家公司收来的时候，也把这家公司里面有1.55亿的美金的现金也拿到自己口袋来了。他现在这个公司啊 Lemonade 只有8个亿，当时收回来这家公司的现金已经有1.55亿变成了 Lemonade 的现金了，还有1.1个亿的保单，所以这个公司起码价值1.55亿的现金了。当时呢，它是发行股票去买它的，这家公司本身 Metro Mile M 值5个亿这收购回来的。那5个亿你收购回来肯定是大吃小，但现在整个 Lemonade 就是以前的 Lemonade 再加上 M， 现在整个 Lemonade 的价值只有8个亿，现在这个价格很便宜。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我们再找理由啊，因为它到现在为止，第一个毛利率开始降下来了，它现在开始做 homeowners， 有一些新的产品，那 homeowners 啊这些可能它的毛利会少一点， renters 毛利可能会高一点，所以它的 product mix 开始有点不一样。第二个，这2个季度呢 according to them 美国发生一些天灾，所以赔款赔了多了。再第三个是它收购了 Metro Mile 之后， Metro Mile 的毛利率是低一点的，所以整体来说是拖低了它的毛利率，然后整体的毛亏的 ratio 还是越来越亏的。到现在啊，它做了多少钱，它亏的钱差不多同样的数量，基本上是它收的钱的1倍， net loss 是 99%， 做1块的生意是赔1块的钱，不是收1块的钱成本1块就没钱赚啊，它是收了1块的钱，它整体运作的成本是2块，所以它是赔了1块钱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到现在为止还是亏损的公司，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 model。 如果我们只看财务数字的话，哇，吓死了，都在亏钱。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一个概念股，初步的概念股啊，所以我们的数字只能够去做一个参考，不要给它吓倒。真正要看的是这家公司有没有未来，能不能生存下来，能不能真的像它的愿景所说的挑战传统的现有的企业，在保险业里面通过它的技术啊占一席的地位。那当然他在预测未来啊，他说如果我们发展的很好的 things better turn out to be better 的话，乐观的话它是2025年就能赚钱，就有正的现金流。如果是 baseline 正常的话是2026年，如果糟了不得了，事情不如他们所预算的是2027年。如果是2026年就能够收支平衡的话，他们现有的资金是够的。如果是2027年还没有收支平衡的话，那他可能要回到股票市场里面去募集资金了。所以他们现在的推算是要到2026年，可能这也是股价低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还有一段时间，除非是突然之间很多好的东西发生了，2025年就收支平衡了，那它的股票肯定就不止这个价钱了。那刚才呢，Chief给大家演示了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好的股票，那这个是一个 what， 而更重要的是，也是很多人忽略的，就是一个 when， 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离场。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Chief 在之后一次的 GMT Coaching， 他分享了他在买入和卖出的策略。我最近 Lemonade 买了5次，昨天又减持了一点点。那我的买卖的策略是什么？大家如果知道我的作风的话，一般来说呢，我做完一个研究，那个研究我觉得这个公司不错的，那我自己首先会买1到2注，因为这样买了之后我就会关注它。如果不买的话，可能做完这个研究就忘记了。现在啊，因为它1天之内涨了40几个%，我们感觉到好像是贵了。如果你不看之前的那些股价，只看今天 price
multiple 1.56对一个高科技的 AI 的保险公司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合理的，还是低的。当然了，人的感觉就是哎呀，以前曾经到过10块多，或者曾经到过11块，所以现在好像相对是贵了一点，但是如果你不看前面的话还是便宜的。那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卖呢？其实在 GMT 里面我们有做深度研究了很多的公司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只 Lemonade 的股票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文里有那句话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, make lemonade。 当股票市场不好的时候，正好是我们去寻宝捞底的时候。我们看到 Lemonade 这只优秀的股票在它上市之后曾经到达过180多块，如果没有股票市场的调整的话，这只优秀的股票不会跌到接近10块钱，是它成本价的一半。当然股票市场差的时候也有它的原因，所以大家记得千万不要乱买。如果你跟大部分的散户一样随便买了一个像阿里巴巴这样的股票，那当然会跌很多，但是如果你精挑细选，还是能找到像 Lemonade 这种好的优秀的股票。那七法法不是给大家一条鱼，而是给大家一个方法，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股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其实呢，刚才呢我们学到了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股票，而这个呢只是一个 what， 在我们选股5部曲的系统里面呢只是第3步，而同样重要的是 when， 是第4和第5步，什么时候买入，什么时候离场。如果大家想每个星期跟奇葩法和他优秀的研究团队一起学习，并且了解市场的更新和同学问题的指导，那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资讯栏点击下面的链接了解更多。